世之，你可别忘了，咱们身后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呢。仲父兄，你怎么看？我同意世之的观点。啊，研究了很多威尔逊的演讲，我觉得他是个君子。他提出2条建议：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别国的平等自由；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我琢磨了一下，只要做到这2点，那公理必定战胜强权呀。所以我打算在下一期的《每周评论》上来写篇文章，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好人。哎，守昌，你也写一篇巴黎和会吧？我可对美国没那么大兴趣。哎，这样吧，我写一篇俄国10月革命的文章吧。也行，兼容并蓄。世之，你呢？我下次吧，我最近太忙了。哎，你说咱们3个谁最忙啊？你呀？你呀，肯定是。不是，我觉得还是世之。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天工作的时间紧呀，到晚上10点必须上床啊。哦，家有贤妻，要不然不让进门。你们俩有完没完？来进来吧，真服了你们了。世言，哎，这么多本书能全卖出去吗？哎呀，葛大哥说那么长期电影上千人，搞不好还不够卖呢。我也买了一些新发行的杂志和报纸。哎，果然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威尔逊，就连梁启超啊也写了一篇《国际联盟与中国》，说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啊是实现大同世界的最好手段。首长先生不是写了2篇介绍俄国的吗？新纪元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那个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现在大家还是关注威尔逊多一些吧。赵大哥，你看吧，现在大家对于暴力革命还是有抵触的。我说你们哥俩最近是怎么了？啊，一提到暴力革命就跟见了瘟神似的。你想想看啊，从古至今，哪一个反动政权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哎，从古至今，哪一场暴力革命没有流血牺牲的？反动派是不打不倒，这是常识，是规律。俄国的10月革命不就是打倒了反动派，建立人民政权，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吗？哎，你怎么知道俄国的老百姓现在过上好日子了？我可听说各国现在都在封锁他们，国内叛乱不止。我跟你说，看问题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新旧社会制度的更迭是需要经过长期奋斗的。你眼光放长远没有问题。行了，别争了，各位爷爷使劲帮忙推一把呀！来，使劲来，快！哎，军人兄啊，今日特意把我叫来，有特意赠话，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聪明，不谈啊。陆正湘马上要去巴黎了，外交这摊子光靠陈露这个代理总长是撑不起来的啊。所以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想着多清闲呐。你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就是我总统府里外交事务的决策机构。巴黎那边怎么谈，全听你的。军人兄，你糊弄鬼吧？一个曹汝霖就能够把我的提案给否决了，我看我是难有作为啊！嘿嘿，不能悲观啊！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战胜国待遇，你我得有所作为啊！此乃天赐良机，天降大任呐！现在就有个难题要决策。你说，我们去巴黎和谈，去了5个人，但是他们给我们的谈判的代表只有2个人。谁当常任代表负责主谈，这个人选至关重要。陆征祥是首席代表啊，还剩了1个席位，让他们几个轮流出席吧。万万不能，这个陆征祥身体不好，长时间住在瑞士，王正廷根本不懂外交，不能当主谈。那你的意思？我的意见是，得让顾维钧排名到第2位，让他当主谈。那南边还会闹事啊？所以这件事得让你这个大总统出面决策，叫他们都顾全大局。好，我就按汪委员长的话去做。哎呀，这张画太好了。年年，哎，你来帮我把这批新书分一下类吧。一定要检查清楚。等我把报纸好的分完的。小年啊，忙完了来给我分报纸啊。好。
先生好。你好。谢谢。先生好。你好。先生好。白兰，辛苦了啊！先生好。先生好。大家好。首长先生好。首长先生，好些时候没见着您了。估计您这段时间是北大最忙的人了吧？此话怎讲啊？您看啊，您既是图书馆主任，又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还是新杂志《国民》的主编和撰稿人。最近这段时间，您又以青年读书会为基础，发起并成立了马尔克斯研究会，而且您还经常去长辛店工厂研究调查。您说还有比您更忙的人吗？不是马尔克斯研究会，是马克思研究会。我记得是马尔克斯研究会啊。哎，确实是马尔克斯先生有意称其为马尔克斯，而不是马克思，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们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学会，这样当局就不会找麻烦了。研究马克思还会惹麻烦？这段时间我在大钊先生这儿读了一些马克思的书，还是深受启发的。不错，现在开始自觉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了。哎，同学们，以后我们的读书会就要重点推荐，让大家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先生，同学们，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读书会不能光停留在思想交锋上，更重要的是把道理跟践行结合起来。所以我有一个倡议，成立一个半工半读的互助社，按照互助论的理论，组成一个互助式团体，试行互助式的共产主义。不知各位是否赞同？延年，之前你这个想法，王光奇就提过，我是觉得理论上没有错。不过实际操作起来难度会不会很大？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想弄一个规模大的，但是那个难度也大呀。我就是想先做一个小范围的试验，就在咱们读书会和法文进修馆这个范围内先试一试。我今天就是先做一个倡议，要是大家都觉得可行，那我马上回去起草章程。我觉得挺不错的。先生，我觉得延年这个倡议非常好，道理与践行相结合。我有个倡议，行。我认为新文化要走向大众，必须要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前些阵子我在长辛店做调研，也收获很多。长辛店工人近4000人，工人工作时间长，工钱却少。每人每天夏天约工作10时，冬天约工作11、20时，工钱却只有3毛到1元不等。很多工人都是终日劳作，却不得温饱。更令我吃惊的是，工人中的文盲数量，我们带去200位新青年，最后连一半都没有买到。我真的觉得我们对这个群体实在是太不了解了。所以我跟众县准备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以长辛店为试点，做系列演讲，并做深入调查。
誓言说的非常对，我是觉得调研和演讲应该结合起来。演讲这种形式可能对于平民来说更加的迫切，因为现在平民当中能识字的人少，能够阅读出版物、印刷品就更少。所以如果想进行普及教育，必须先从演讲开始。而且我是觉得这种平民教育讲演团的组织形式也不必复杂，可以几个人为一组，事先拟好题目，专门去人多的地方，比如庙会这种地方去进行演讲。对，讲题也不必复杂，我们从生活常识和新闻时事讲起。我们要让一般劳苦贫寒的工人平民能够借此略知些时事，得这些常识，继而能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的病源，再让他们做出些积极的活动来，那这可不就达到咱们的目的了吗？这些年啊，我在长沙，天天泡在普通的民众之中，他们的苦，他们的乐，我多多少少都感同身受。而且啊，我比较了解他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誓言还有延年的提议，我非常赞同。这2个社团，我都想参加。你参加。年年，你刚才问我觉得你那个倡议怎么样，我想给你还有誓言鼓鼓掌。同学们，我为什么要给这2位同学鼓掌？因为这2位同学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和实际要结合起来。这个就像我们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讲的那样，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就是新文化运动要走向大众。同学，你给蔡先生的信儿有回音了啊？蔡先生怎么说？蔡先生全力支持，而且督促我们大家要尽快的走出去。刚才听了诸位同学的发言，我是既兴奋又钦佩。兴奋的是我看到了大家的真知灼见，钦佩的是我看到了大家的开拓精神。你们选择要走出去，那就意味着要放弃很多，意味着你们选择了一条困难之路，而放弃了一条舒适之路，意味着你们选择了一条开拓之路，而放弃了一条守成之路，意味着你们选择了一条迎着困难而上的拼搏之路，而放弃了坐而论道的安逸之路。同学们，我们马上要走出书斋，走向基层了。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很苦，但是我坚信，再难再苦的路也难不倒诸位，因为我看到了大家的勇气。同学们，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双脚踩在泥土里，一步一步的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路，而且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必先认识这个问题的本质。那么走入基层就是这个目的。正好，今天树棍帮我们约了很多的工人代表，一定要好好提问，有问题先生，有认识。社长先生，先生，文职、钟宪，社长先生，来了，任志，我让郑协把你叫过来，是想邀请你参加我们北大的活动，没有打扰你吧？没有没有。任志，来北京多长时间了？有半年多了。去过长辛店吗？跟仲宪还有赵世炎去过一趟，但都是走马观花。这次知道您要去做专题的调研，机会难得，我呢也可以近距离的了解一下工人的状态。马克思说过，产业工人阶级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阶级，但是这句话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我认为还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之前去过长辛店几次，我觉得马克思说的有道理。有没有道理，需要让我们自己用心去体会。今天你负责记录吧。好。
人准备的，玩去吧。这，各位，这位啊，就是我经常给你们提起来的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教授。各位师傅好。这几位啊，是李教授的学生们。待会儿去，坐，坐，打扰了，各位师傅。里面坐，自己来吧。谢谢。不用，您客气了，客气。您坐。李教授他们来啊，就是想问问咱们啊，有没有什么难处，跟咱们聊聊天啊。李教授，这些啊都是咱们铁路上的老工友，您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啊。好嘞。各位师傅们好。哎呦，给这位先生。其实我们这趟来啊，就是想跟各位师傅聊聊天儿，谈心。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中国呢成为了战胜国。可是我们中国是怎么成为战胜国的呢？那就是因为我们中国呀，派了10几万的劳工去了欧洲战场。正是因为这些劳工用了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来为了我们这个国家争得了这份荣誉。我个人也认为，我们中国的劳工是这个世界上最勤劳、最伟大的劳工，理应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李先生，您啊就别客气了，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问，我们呢也不藏着掖着的。我想先问各位师傅一个问题：大家都是从事哪些具体工作的？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工业，是中国早期产业大军的重要孕育地之一。俄国10月革命后，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蕴藏的巨大力量。1919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到长辛店开展讲演活动。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李大钊、邓中夏等一批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葛树贵等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阶级觉悟，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石岩，你了解农村吗？我家在镇上，打小就读书，对农村还真不怎么了解。我觉得在咱们国家，工人和农民生活差不多，没多少区别。怎么会这么看？我觉得要想了解中国，首先就要了解农民。兴趣。好，周长先生，我有一个疑虑，想请教你。你说。我以前一直觉得咱们国家的产业工人形象特别高大，可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也如此艰苦啊？这就是中国国情和日本乃至欧洲国情的差别啊。我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是我知道，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跟他们是没得比的。在欧洲的革命，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举行的。你比如说巴黎公社，俄国的10月革命，都是以工人阶级为中心，以中心城市举行的。在欧洲，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讲纪律、最团结的一个阶层。我觉得咱们国家的工人也不简单啊，虽然他们文化程度不太高，日子呢过得也苦，但是他们对于咱们的国家还是很关心的。今天他们有些话就很令我感动。哎，下雨了，咱们去前面茶铺避避雨吧。好，小帅，来避避雨。好嘞，先生。嚯，快点！哇，哎呀，这么大的雨！老板，来壶茶，几位啊？5个人。好。小尚，快点！忙好了之后进来避雨啊。好嘞，先生。来，先生请。钟宪，其实我刚才的感觉啊，跟你一样，只是啊，我们国家的工人实在是太少了，而且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有很多的工人是破产农民出身，他们的生活方式虽然发生了改变，但是生活的境况却没有任何的变化，甚至有些人还不如以前呢。所以啊，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考方式都和以前一样，没有多大区别。我认为，要想真正的革命，首先就要从农民着手。认知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我觉得我们要为中国寻找出路，应该研究这个问题。钟宪，我们马尔克斯研究会要研究这个问题。先生，今天还有一点让我特别震惊，那就是长辛店工人文盲的数量实在是超乎我的想象。我想起了熊光楚同学的那封来信，
他那封信上面提到，说平民教育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把平民教育讲演团组织起来。先生，您觉得我们应该先从哪方面入手呢？咱们北大不是有红楼读书会吗？那个实际上就是青年夜校。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办一个工人夜校，先把校内工人的教育问题先搞起来，然后逐步推广到全社会。好主意，先易后难啊。另外，我们可以有几个刊物来牵头，比如说《国民》《新潮》《每周评论》，还有《新青年》，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师资还有经费问题。好，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去讨论啊。好，都没少，可以了。那我说了啊，好，大家听我说一下啊，今天借着把郭新刚还有刘海威2个人从北大请过来的机会，咱们大家把攻读互助社简章商议一下。攻读互助社简章一共是3条，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社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4个小时。第二，社员必须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社员所需之教育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唯书籍归团体公有。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各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我认为啊，我们应当在简章中旗帜鲜明地宣布，攻读互助社是根据互助论的理论实行的，没有任何约束的共产主义。老郭这条提得好，我同意啊。稍微等一下啊，既然互助社实行共产主义，那么我认为，所有的社员都应当明确地脱离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那你认为社员之间是什么关系？难道什么都可以互通有无吗？不，白兰，你误会了，我是说，社员之间应该是同志的关系，是思想上和财产上完全通融的关系。这种同志关系呢，不应该受家庭、学校和婚姻的羁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要跟家里脱离关系吗？这太不通情达理了，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共产主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创造世界，而不是依靠父母跟家庭。陈延年，你要跟父母断绝关系吗？不是要跟父母断绝关系，而是要跟家庭断绝经济关系。入社以后，不要让家里再给你寄钱了，能做到吗？我能做到，我这2天就给家里写封信吧。哥，那咱们是不是也不能回家吃饭了？啊，这个问题我说一下啊，我们大家不仅不能回家吃饭，也不能在学校吃饭。哎，这顿不算，你们接着吃。我们要办自己的食堂，吃大锅饭，穿大家衣。太好了，我来给大伙儿做饭呢。我父亲，著名山东鲁菜馆的厨子，我可是得到真传了。葱烧海参，那可是咱的绝活。给刘海威鼓个掌。好，那大家就下去各自准备吧。芙蓉糕、辣么糕、油炸烩子、炸元宵。报告我已经看了，平民教育本身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教育普及了，新文化才能传播下去。所以响演团也好，攻读互助社也好，它就是个实践基地，也是我们走向民众的一个标志。我完全同意。太好了，蔡先生。其实这件事我和政府就商量过了，我们想找人向社会募集资金。另外，每周评论啊、新青年啊也要开辟项目，同时指导这2项活动。我这有一个不情之请啊，蔡先生。你说，向社会募集资金的事儿，还得由您来牵头才行。
对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您说实话，这种情况到底出现多少次了？没多少次，就一次。就这一次。上次小豹都直接送到家里。上次那事就别提了。他知道吗？他还是不管是吗？他怎么管？你爸爸手上有这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年年，清者自清，身正不怕影子斜。这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好了，没事，来，跟你妈回家，来。哎呀，走，没事儿。哎呀，没事儿，走，走，走，来进屋。钟佛，你来帮你洗啊？钟佛，钟佛，年年和乔年回来了。乔年哥哥，怎么回来这么晚啊？哟，您在家呀？难得呀！我不在家去哪儿啊？没事干你，柳梅没跟你们一块回来啊？啊，她在学校给家里写信呢。哦，想家了？不是想家，是在写给家里断绝关系的信。小孩子不要问这个，赶紧睡觉。我之所以要跟你们郑重地谈一下，是因为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们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你们在做一种实验，但是你们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我可没这准备，我不会失败的。自信是优点，但不能盲目自信。我没盲目啊，我在用最先进的理论做指导。现在欧洲流行很多种理论，你凭什么说无政府主义就是先进的理论？这我就闹不明白了。你不是也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好主义吗？我认为无政府主义有好的东西，但主张多实验，要在实验中检验它。我是想提醒你，这种实验可能你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它未必符合我们的国情。我对无政府主义跟踪研究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力。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是能够救中国的先进的科学理论。什么理论最先进？什么理论最适合中国？这要比较和实验，不能妄下结论。我支持你，因为你在做。可是有一些人是空谈主义，不要盲目听信。你指谁呀？比如吴志辉。你说我就说我，你平白扯上别人干什么呀？我为什么不能说他？我今天就要说他，他整天唱高调，把自己打扮成良德的圣人，欺骗年轻人做他的信徒。一旦你不信他了，这种人说翻脸就翻脸，你不能跟他接触得太近，你要留点心眼才行。您也没少翻脸啊，我是不是也该对您留个心眼啊？哦，对了，您也不算翻脸，因为您直接就带了个假脸。你嘴上支持，心里却不认同，口是心非为假。因为你个人的言行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却若无其事，也是假。
像你这样的人，你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的高度上说别人？我在用我的人生经验与你共勉，你为什么要这么抗拒呢？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你为什么要说这些混蛋的话？我也在说正经事儿，可我没干混蛋事儿。哎，干嘛呀？你这是不是让你好好说话吗？哥，哎呀，妍妮。实在对不住啊，我以为你今天晚上不回来了。这些都是我青岛的一些老乡，今天太晚了，就在这里借宿一宿。没事儿。他们是来做什么的？来请愿的，要求政府收回被德国占领的青岛。哦，这还带了万民折。那这是大事儿。你们在那儿踏踏实实住，我找赵世炎倒腿去了。哎，妍年，你来，啊，哎，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堂弟郭新义，也是这次请愿团的头。这就是我跟你经常说的陈独秀先生的长子陈延年。杨章陈同学的，你好，你好，年年，这事儿你得帮忙，他们都是学生，刚来，连请愿书往哪儿送都不知道。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事儿我责无旁贷。这样，我去把毛泽东还有赵世炎他们叫过来，咱们一块儿商量一下这事儿怎么办。好，这个主意好，那咱俩现在就去。走，走。白兰，你招呼一下啊。好，先交给我。来，今天就委屈大人在这儿凑一宿。先生，这几位都是我的老乡，昨天刚来北京，不知道请愿书往哪儿送才来北大求援的。昨天晚上我们合计了一晚上，这事儿还得麻烦先生您给想想办法。首长先生，我们受山东民众的委托来北京递交请愿书和万民折，但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还请首长先生能给予点拨和指导。点拨和指导谈不上，青岛请愿团的这份请愿书，不光代表了你们青岛，也代表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愿，北大理所应当的响应和支持。我看这样吧，新刚，你去找一些写字好的同学，把请愿书抄上几十份，在北大的公开场合张贴，最好还能印成传单，广泛的印发，可以扩大影响。好，冬梅，一会儿你们去找一趟胡适教授，请他帮个忙，把给英美法意各个使馆的预请信翻译成英文。好。至于请愿书、万民折、预请信怎么送上去，巧了，一会儿我们要召开个校务会，我跟大家商量一下，集众人之思，众人之力，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办法。你们看，行吗？谢谢先生。纸质、钢笔、毛笔、打字机都在这儿，不管你用哪个，每周评论的文章，你今天必须得写出来。今天，你还必须？哎，你这不强人所难吗？我都不用。怎么强人所难了？看我这么多事儿，我真忙不过来呀。我问你，你是不是《新青年》的头人编辑？我
是啊，那每周评论是不是新青年的重中之重？怎么强人所难了？你耍你的无赖，我不跟你说，我查资料去。看来今天你真把这无赖进行到底啊！哎，你知道我一向不畏人言，就耍无赖了。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就是要欺负老实人。我告诉你，你这种老实人不欺负你，永远都是老实人。你这什么逻辑啊？石之先生好。你好。我们今天下午一直……陈伯伯，你怎么躲到门后啊？没事没事。陈伯伯好。哎。石之先生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给英法美意4个使馆写的要回青岛的预请信。给我看看。嗯。挺好的呀，挺感人的。仲修，你也看看。啊，我不用看。一定很好。如果因为这4封信得到这4国的支持，那对于收回青岛一定大有裨益。石之先生，首长先生让您翻译成英文，让请愿团的同学给各公使馆送过去。今天必须翻完。今天？嗯。必须？嗯。我这还有个今天必须等着我呢。柳梅，这样啊，胡叔叔也给你汇报一下我最近的工作。我的导师杜威教授马上就要来华讲学了，我要翻译他的演讲稿，还要安排他的日程，安排他的演讲地点、考察地点。行了行了，石之，别说了，关乎青岛，你这些算什么事儿啊？这样，你先把这活干了，这事儿不容推脱。行，那首长的事我做，你的事儿我就不做了。哎，什么叫我的事就不做了？是先把这活干了，白天把这个翻译了，晚上把每周评论的文章写了。晚上10点我还得睡觉呢。10点之前写完，10点上床，哎，多好！你把我当成驴了吧？不是当驴，是当骆驼。行了，刘梅，堵门口，他不翻译出来，不让他走。行，我翻译，你还真听他的。哎，怎么去了这么久？再等会儿。同学们，首长先生，好消息啊！教授们非常关注青岛的回归问题，都表示，北京大学一定全力支持青岛请愿团的请愿活动。就在刚才，蔡先生给外交委员会的委员长汪大燮通了电话，希望汪大燮能够给予支持。汪大燮同意，今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各位代表。请愿书和万民折现在递交仪式正式开始。女士们、先生们，刚才我经中华民国徐世昌总统和钱能训总理的委托，代表政府正式接受青岛民众的请愿书和万民折。同时，我也受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驻华使馆的委托，
代为接受并转交青岛请愿团致上述4国的预请信。徐世昌总统让我转告大家，民国政府和青岛民众的心情和愿望是一致的。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已经顺利地到达了巴黎，他们将和各战胜国一起商讨并解决战后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和利益。